今天呢，带大家看一款贼厉害的车，年轻人看到了绝对走不动道的那种，就是这款腾势 Z9 GT。腾势 Z9 GT 呢是列装版的车型，和极氪001啊、蔚来 1T、5T， 包括保时捷帕拉梅拉列装版一样，都是年轻人很喜欢的那种设计造型。但是腾势 Z9 GT 它的尺寸是太夸张了，它的车长呢是接近5.2米，轴距呢3.1米几，已经接近大型车的尺寸了。所以整个车身的视觉效果是特别的炸裂的。从现场的实车来看，那我们就从车头一直到它的车屁股，包括它的车身设计语言，包括从我们实车能看到这些车在硬件上面有哪些优势，我们来一一和大家说啊。首先就是车头，是不是能看出来一点这个仰望 U9 和海豹的这个影子？因为它的设计师呢，同样是沃尔夫冈，也就是比亚迪的龙颜，包括仰望 U9 那一套语言的设计者，也是奥迪还有阿尔法罗密欧的前设计总监，一个很厉害的人物啊。所以你看这个腾势 Z9 GT 呢，它的车头也是这种略微突出整个车身的这种设计语言，包括这车头两侧呢还有2个特别醒目的日行灯，所以看起来呢辨识度就是特别的高。那另外它在车头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主动闭合式的进气格栅，它可以主动的开启关闭因为腾势 Z9 GT 呢它是一个插电混动的车型，它是配了一个 2.0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的。另外我们再看它在两侧雾灯的区域，看见没，还藏了2个激光雷达。其实我个人觉得隐藏在车头的这种激光雷达呢，相比较瞭望塔它是更加美观的而且也更有利于空气动力学的设计但是相比瞭望塔呢，它的扫描的范围可能没那么广，可以说有利有弊吧。那既然这个说到了这个激光雷达在智能驾驶这一块，我们画面再给到车头这里有3个摄像头。那腾势 Z9 GT 呢，它在前挡玻璃这里采用了3目摄像头，它解决了单目摄像头的平面问题，解决了双目摄像头两边焦段不一样的问题。3目摄像头，哇，这个再配合这个2个激光雷达，所以腾势 Z9 GT在智驾方面的实际表现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在硬件设置上绝对给拉满了。而且我刚才数了一下，它整个车身外面的摄像头数量高达13个，哇，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然后我们再来往车侧看腾势 Z9 GT 呢，它采用的还是前窄后宽的这种高性能车才有的设计。它前面轮胎的规格呢是2554021，而后轮的规格呢是2754021。另外它前面轮胎的这个卡钳呢，采用的是一个4活塞的卡钳，其实个人感觉可以配一个6活塞的高性能卡钳可能会更好一点。然后我们再来接着往后看那我们现场这台实车呢，采用的是物理的后视镜。那相信大家在网上也看到很多素材，这台腾势 Z9 GT 呢是有电子后视镜可以选装的那样的话整个车身的科技感、科技氛围呢会更强。但其实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会更喜欢这种物理的后视镜。那在它的车身侧面呢，还有一个黑色的这种线条，它可能是为了和这个车身去迎合吧，但我个人感觉它整个车身这个贯穿的黑色线条其实是有点违和的，不如把它去掉，可能会显得更加有质感一点。那接着来看屁股也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设计点哇，这种列装的造型真的是很能击中像我这种年轻人的心你看它整个尾部的设计是很有层次感的，第1层一个上扰流板，第2层呢一个可电动调节的尾翼，第3层呢有很多这种黑色的扩散器，特别的帅，包括它整个尾灯的设计，哇，都是很个性的。那腾势 Z9 GT 它整个车内的豪华感呢做的还是相当到位的，毕竟它的价格可不便宜所以无论是它的水晶挡把，包括这种麂皮的很多木纹的这种饰板都很好的去烘托它的豪华氛围。这一点我们就不多去讲了，我主要讲几个我觉得相比其他新能源车型它让我觉得做的体验感很棒的几个地方。那第一个就是物理按键，这个一定要去夸一下。包括你看在它的中控这里有一排的这种物理按键，而且是水晶设计的非常的炫目。而且在门板这里
在门板这里它全部采用的都是这种物理的按键，那在我们开车的时候去找它呢，就会更加的实用，更加的方便。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已经夸比亚迪很久了，就是它所有的按键采用的全部都是中文，所以不管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人，你过来你只要懂汉字，你都能知道它这些按键都是怎么去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它这个天幕，它采用的是这种分段式的天幕，是有遮阳帘的。那还有一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点它可能我觉得很好用就是它这个无线充电的这个手机面板，它是有一个下嵌的，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烘托豪华感的这种设计你看我们把手机放在这儿，它除了有一个这种增加阻尼省你手机滑掉的这种4个凸起，它还会有一个微微下陷，哇，这个仪式感就特别强那另外呢，这台车还配备了帝瓦雷音响包括在门板这里它如果是你是选装的电子后视镜的话在这个区域的话呢，它就不是一块黑色面板了，就会成为一个你去观察后方区域的一个这个显示屏。那另外我们这款配置呢，它还是一个电动门。来，我现在把它打开它4个门全部都是电动门，我不知道是选装的还是标配的很有豪华仪式感那还有就是 Z9 它整个车机的 UI 我觉得设计的挺棒的，去配合中控这几个按钮就非常的方便实用。首先它有一个 E3 方你按上去之后，你直接按下去之后，它这个屏幕就会跳出来这个 E3 方的这个屏幕的选项因为 E3 方它主要就是它前面一个电机，然后后面2个轮边电机就也就是说它是有后轮转向的，包括它后面2个轮边电机可以单独去控制左右2个轮子的这个转速，可以提供很多的不可能。那另外在中控屏这里，你还有比如云辇可以去调节悬架的高度悬架的这个软硬。那另外如果你去想要一些其他的设置，比如车窗或者什么之类的，它这个中控屏幕上有一个这个车的模型，然后有很多你可以操作的按钮你点哪里就可以控制哪里，其实这点还是挺方便的，不用你再去2级3级菜单里面去找。再来看后排那腾势 Z9 GT 它整个的后排体验呢，其实对于这个价位的车来说，体验感只能说一般吧。你看它的后排的座椅呢是支持靠背角度的电动调节，然后还有坐垫长度的电动调节它这里呢在这个中央扶手箱放下去之后呢，会有2个杯架，然后这里有个小屏幕，它是调节冰箱的。对，我没说错，腾势 Z9 GT 它后排包括前排的中央扶手箱里都有一个冷暖的这个冰箱，而且它的冰箱最低温度可以调到零下6度。那这在炎炎的夏日放几瓶冰饮就很爽但是和这个享界 S9 不一样，享界 S9 呢，它主要的舒适性功能都在后排。因为享界 S9 它有一个零重力座椅是在后排，但是 Z9 GT 它的后排座椅呢就没有那么多舒适性的配置加热当然这些比较常见的功能肯定有的，但是像一些更舒适性的配置，比如零重力座椅，那腾势 Z9 GT 它是给到副驾的。所以如果说享界 S9 呢，它是更适合老板坐在后排去商务出行体验的这种车型，那这个 Z9 GT 我觉得就更适合像我们这种个性的年轻人带着女朋友带着老婆出去游玩，那就很适合这台 Z9 GT， 能给你的副驾带来最舒适的感受。那关于这台车的静态部分我们就体验到这儿了。那腾势 Z9 GT 呢，它是有3个电机，它的前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是200千瓦，后面2个轮边电机的最大功率呢分别是220千瓦，所以这台车的动力呢是特别夸张的。而且从我们今天所有的体验来看，这台车它的定位也很清晰，就是瞄准了有个性的年轻群体，当然是有实力的年轻群体。那目前这台车的预售价格呢已经出来了，你们觉得怎么样？